各位朋友，出大事了！我在推特上被人给開盒了，而且這個理由呢，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們說是我把郭德綱給舉報了啊，那是怎麼回事呢？我的這個微信上啊，收到了數十倍於平時的這個加好友的要求啊，有的人上來就是一句罵。說你舉報了郭德綱啊，你個鱉孫兒！這個事到底怎麼回事啊？大家都知道啊，在這個油管上，我基本上沒有看錯過人和看錯過事兒，是吧？叫人情練達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學問啊。那個你要是能洞察人心，有這種豐富的這個層次和閱歷的話，你就基本上看不錯人。我常說嘛，說人一極端必腦殘啊，這個別管是那些反賊輪子呀，還是那些國內的那些雞血粉紅啊，那全都是腦殘。我常常嘲諷說，這種人永遠是社會底層的窮人，因為他的精神狀況和他的這種智力水平不足以支持他吃飽飯跨越階層。對吧？這些人呢，來我的這個視頻底下留言呢，罵我。當然，我也要用最扎心的這種回擊，讓他記一輩子，对吧？很多人呢，就犯了精神病了，就在我這個視頻底下刷屏，我也就把他踢了，拉黑了。有些這些精神病呢，你不知道他能幹出啥事兒來，朋友們，瞧見了嗎？來了！哎呦，我發現我在推特上被人開盒了。說你好，我投稿啊，我是體制內的相關人員，還體制內的。郭德綱也是我喜歡的一個偶像，舉報的人太惡心了，實在看不下去了，我就透露一些。舉報人姓張，哎，我的那個粉絲都知道呀，我的視頻的簡介裡邊有這一段啊，但是沒有家庭住址啊，好家伙！我一看，我說這推特上這是誰造的謠啊？有一個叫橙子的，這個橙子何許人也呢？一看就是個典型的輪子呀！我在油管上是輪子的第一顆星，是吧？輪子和反賊那恨我恨得牙根癢癢，對吧？這肯定。這個輪子你看了嗎？搞什麼民主中國同盟，然後呢在推特上天天發一些擦邊的涉黃，底下放着這個涉黃，上面說是要加入民主中國同盟。這個推特的馬斯克就是他不管你什麼流量，只要有流量就給錢，大伙兒就明白了吗？海外的這幫反賊輪子就靠着這個掙錢呢，造謠掙錢呢，還把我微信的頭像給截取出來了微信的頭像，那就是他舉報了郭德綱，而且你看輪子的這個精神病的賬號這個什麼羅翔，我常常說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極端的精神病的那個搖棍他也轉發了，說舉報郭德綱的人被開盒，對於那些惡意舉報蓄意構陷別人的人簡直太無恥了，舉報本身就是維護公平揭露問題的渠道，而不是打擊報復什麼栽贓陷害的工具。真正有問題拿事實證據說話，如果明知道沒有事實依據，故意捏造材料制造麻煩，不僅傷害無辜人，也透支社會最基本的信任。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保護正常舉報，也應該嚴懲惡意構陷，否則人人可以靠一紙舉報給別人添堵，最終誰還敢說實話做實事啊？瞧見這個精神病輪子了，這段話套到他自己身上不挺合適嗎？還有這個造謠我被開盒的這個橙子，這個典型的精神病重磅舉報郭德綱的人被開盒，
樓主點評，這算不算人在做天在看？舉報人沒想到也有今天，這事辦的真把人氣笑了，也氣醒了。舉報郭德綱的人自己竟然被開盒了。你以為網上敲幾個字，寫幾封舉報信，自己就能躲在屏幕後面當正義使者？結果呢，身份地址過往全被扒出來了，瞬間從正義化身變成了被圍觀的毒尾箱。這叫什麼？這叫報應來得太快，快的連遮羞布都沒來得及扯。说白了，這種事兒就是文革那套髒手段的現代版。當年貼大字報搞批鬥互相揭發，現在變成了網上匿名舉報開盒，人肉搜索，手段換了皮，內核一點沒變，還是那套我只要先把你搞倒，我就能站在道德高地的邏輯。可問題是，道德高地這東西已經經不起被開盒的考驗了。你舉報別人的時候覺得天經地義，輪到自己被扒的時候，突然發現隱私權、人身安全這些詞兒也挺有用的更諷刺的是，很多人一邊罵開盒不文明，一邊又對舉報有功，點頭稱快，這不就典型的雙標嗎？你討厭別人用髒手段對付你，卻默認自己可以用髒手段對付別人。這套邏輯一旦流行起來，最後誰也別想安生。今天你能開盒他，明天他就可能開盒你。今天你能舉報成功，明天別人就拿同樣的招數反咬你一口。社會是全靠這種互相揭發、互相整人來運轉，那離人人自危還遠嗎？真正成熟的社會應該是靠規矩、靠證據、靠公開辯論解決問題，而不是靠誰先動手誰更能撕破臉。郭德綱的事兒本身該不該查、該怎麼查，完全可以走正常渠道，但一旦变成了先舉報再開盒再道德審判的循環，那就已經不是在講道理了，而是現在比誰更髒。髒手段從來解決不了問題，只會把問題變得更髒。所以文革的髒手段該停了，不是因為某個人被開盒了才該停，而是這種手段本身就該徹底的唾棄，否則今天高興的人，明天可能就是下一個被開盒的人不是這些輪子精神病反賊們，你說這一大套你才叫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呀。你開盒了我了嗎？你證實了我是舉報郭德綱的人了嗎？你開盒你買那個棺材板了你這些信息都是在我每個視頻底下都有的東西你開盒你娘毛你開盒。所以你看，輪子反賊全都是一些精神和智商稍稍有毛病的精神病，他們是靠謠言為生，是靠造謠為食。因為在推特上造謠，只要有流量就有那個馬斯克的分成嘛，对吧？那問題來了，誰給這些反賊輪子投的稿呢？那肯定不是反賊輪子投的稿吧，各位。因為這兩天我評論了郭德綱事件，我是站在一個這個社會的公正的觀察者的角度來評論這個事兒。我沒說我支持郭德綱，對吧？我只是說客觀的說，郭德綱的這件事兒罪不至死。郭德綱雖然不能稱得上一個愛國者但是公開的他離反賊還差着10萬8千里。所以中國政府絕對不會因為這個事情按照那些社會底層的窮苦的雞血精神病的那種說法，要把郭德綱給打倒抓起來，讓他永遠翻不了身。中國政府絕不会做這個事兒的。我只是公正的評論郭德綱會受罰，但是他沒犯法，也封殺不了。我只是公正的評論，然後就惹得一群中國社会底層的窮人鸡血神經病跑過來罵我我把他們都骂到他姥姥家去了。然后呢，这帮人懷恨在心，把我的公開信息投稿給海外的反賊輪子。這個可能性，朋友們，是不是更大呀？你們說，這才符合人性嘛？所以你看，又一次驗證了我當初那個說法，對嗎？人一極端必腦殘。中國大陸的雞血腦殘和海外的反賊輪子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他們其實是一種人，都是那種社會底層的精神和智力双双有毛病的一群廢物。
那是屬於炮灰族。人類當中永遠有一層墊底的炮灰族，仁義極端必腦殘，你們細品吧，朋友們。點個訂閱，下期再聊。